大家好，我是对对。过桥米线一定是云南最有名的一道美食了。在昆明的时候，我也常常去侨香园、建新园。远在他乡，竟然也可以自己在家复制一道充满了仪式感的过桥米线，不需要极致的刀工，家里常备的各种食材也能让这一碗米线色彩缤纷，又有十足的美味。你要不要也试一试呢？过桥米线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就不赘述了，大家感兴趣可以搜索。这道菜要好吃，最重要的就是香醇滚烫的鸡汤和上面厚厚的鸡油。我买了一只肥肥的老母鸡，肯定能炖出足够的滋味。整鸡切成大块，冷水入锅，加入姜片和葱段去腥，然后加一点盐调味。大火煮开，小心地撇干净表面的浮沫，但注意别把鸡油给撇了。煮开后转成中小火，盖上盖子炖个2-3个小时。注意汤不要太滚，否则颜色就不够清澈，鸡油也很容易与汤乳化。这时候就来准备配菜吧。过桥米线里我最喜欢吃香酥，空口吃香香脆脆，吸满汤之后又别有一番滋味。香酥和炸酥肉比较像，但用的是比较肥一些的五花肉。我家小馋猫已经学会守在砧板边上了。五花肉用盐、胡椒粉、姜粉和一点点酱油码个味道。香酥的面衣用的是豌豆粉，要是实在没有的话，也可以试试我上次做的炸酥肉的面糊。慢慢的分次加水搅拌，差不多到这个稀稠就好了。五花肉倒入面糊中，搅拌搅拌，保证每一片五花肉上都裹上了面糊。下油锅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了。每次起油锅都比较麻烦，可以一次性多炸一些香酥，放在冰箱里冷冻保鲜很长时间，随吃随取，不需要解冻，也很是方便。这时候鸡汤也差不多了，你看这金灿灿的一层油，绝对能够把滚烫的热度都紧紧地锁住。过桥米线的仪式感来源于一大桌的小碗小碟，丰富的配菜，自家常有的食材其实也都可以用上。先把香酥切成小块儿。云南过桥米线常用生的鹌鹑蛋，没有买到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摊个蛋皮，切成丝，增加蛋香味。火腿也是增鲜利器，薄薄的欧式火腿片直接切成小片，不需要刀工也可以薄可透光。接下来就是些简单的配菜了。炖鸡的鸡汤里捞出鸡腿和鸡翅，冰箱里的绿叶菜、豆芽、葱花、海带、豆腐皮都可以用到。在家里面吃的话，自己喜欢什么放什么都可以。今天我用的米线是干米粉煮出来的，要是你想试试在家里面自制新鲜的米线，别忘了查看我的视频。过桥米线的汤上桌时一般在90摄氏度左右，要保持这个热度，就要事先把汤碗泡在滚水里。盛上一大碗鸡汤，表层一定要有一层金灿灿的鸡油，别看没有一丝热气，但实际上却是滚烫滚烫的。准备开吃了，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呢？别慌，记住一个原则：先生后熟，先肉后菜。生的火腿片一下到汤里，很快就烫熟了。要是你有生的肉片、鱼片或者是鹌鹑蛋，也要最早下去。放完肉就可以开始放蔬菜了。最后再把米线倒进汤里，就可以开吃了。
常说一烫底三鲜，滚烫的鸡汤非常的醇厚鲜美，各式各样的配菜非但没有被鸡汤抢去风头，反而每一口都有各不相同的丰富口感。米线柔韧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香酥。能在家里吃上一碗这样的过桥米线，幸福的就要昏过去了。谢谢观看，还请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。我是对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！